最近我跟辞职信还挺有缘的，不过这一次我批得心甘情愿。天宇，对不起。是有那么一点对不起我了。不过呢，微微，加油，祝你美梦成真。谢谢，我一定会的。你找谁？我来上班呢，里面是我的办公室。里面是肖老师的办公室呀。肖翔占用我的办公室，是周总让我来的啊。你有预约吗？麻烦你给崔 y 打一个电话吧，她是我的助理。Tracy， 哦，她在我进来第3天就离开了。蒋可呢？蒋可，啊，蒋可去了杭州分部。Kiki 呢 ？Kiki。喂，保安部吗？28楼的谈判部上来一个很奇怪的女人，你们派人上来看一下吧。嗯，好。我直接找周总说。哎，你没有预约不能进去。哎，你没有预约不能去的。唐老师，对不起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悠悠，是他们逼我这么干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跟你说的啊？见着他之后你要恶狠狠地骂他，推搡，动手了。怎么一看见他就怂了呢？戏份儿啊没了呀！领导，这个特别的欢迎式你还喜欢吗？这敢不喜欢？这是我想了好长时间才想的。你们怎么这么幼稚啊？永远都长不大。你不回来，我们永远都长不大。真恶心！我是你的哎熊。呦，这不是童薇回来了吗？肖总你好，欢迎你继续跟我作对。说什么呢？这刚回来，非弄得硝烟弥漫。谁要和你作对啊？我肖翔是那样的人吗？啊，就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为我准备的这个欢迎仪式，我很感动，谢谢。哇！谢谢周总。怎么样？工作上没什么问题吧？需不需要给你几天时间调整状态？不用，一声令下，随时开工。工作不急，先把正事办了吧。这是今年 CAEA 的年会会在苏州，你代表咱们上海部参加吧？要不还是让老肖去吧。你出了成绩，让老肖出头，这不太公平吧？我是觉得老肖熬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挺不容易的。我这刚回来，你能不能让我低调一点啊？你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听说蔡天蓝也会出现。真的？我在名单上看到了他的名字，但是说是暂定。他这个人神出鬼没的，谁说得准呢？你去碰碰运气吧。好，谢谢周总替我想着。老肖那边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做他的工作的。祝你好运。
是6班的童威吧？我不认识你们。玩着玩着就认识了。哦什么呀？谁不知道你爸贪污了一大笔钱，被家暴后自杀了？你不就是一个罪犯的孩子吗？我们带你玩是看得起你，别不知好歹。就是。你胡说，我爸没做那种事情。死鸭子嘴硬，大家都知道你爸就是个贪污犯。哎，对他爸就是一个贪污犯。贪污犯，贪污犯。爸，总有一天会找出真相的。爸，妈，终于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。看着好疲惫。又要出差啊？这次我应该可以见到蔡天蓝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之前周总让我去参加苏州 CAEA 的年会，说蔡天蓝可能也会去。可能。他说这个人飘忽不定的，所以能不能碰到他，得看运气。这帮人就愿意装得神经兮兮的。我要是能跟你一块儿去的话，我一定帮你揍他们一顿。我要是能碰见他，我宁可让他揍我一顿。紧张吗？说不上来。看来我能做的只有在家替你祈祷了。会长，旅途还顺利吧？房间已经安排好了，这边请。哦，还没走啊？都到吃饭的点儿了，先吃饭吧。我累了。那会长您先好好休息吧，我先撤了。雷兄，我已到苏州。你好，是涂老师吧？我是负责接你的，我叫贾晶晶。你好，晶晶。里边请。涂老师。这是今天晚宴的流程，您先看一下，上面有我的电话，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今天宴会人来得齐吗？啊？我是说，听说会长常年在美国，他今年会来吗？你是说蔡会长是吧？他已经到了，我前面已经看到他了。哎，那你能安排一个时间让我跟会长单独见面吗？这个恐怕有点难度，因为这次蔡会长在苏州只待2天，底下的人要见他都是提前预约的。您突然要见他，我怕约不到哎。可是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，麻烦你了，帮我安排一下吧。我人微言轻的，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写一封邮件申请一下，说不定可以的。写邮件，要多久才能回复啊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边请吧。蔡先生，快请进。雷先生在等着了。你好啊，雷先生。哟，蔡会长，您好，您好。久仰大名，
今日终得一见。童老师，晚上7点钟准时开始，您先休息一会儿，晚上见。流程给你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怎么样？见到蔡天来了没？宴会还没开始呢，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啊？不管了，听天由命吧。我在为你祈祷，注意身体。工作完了，我去车站接你。好。童老师，童老师，曲总旁边的那位就是蔡会长，你应该是第一次见到他吧？童伟，我给你引荐一下蔡会长。好，曲总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没事，走吧。会长，这就是我们蔡会长。会长好。哦，你就是我们 CAEA 上海分部的童威吧？你这一年动静可不小啊！我虽然是与世隔绝，却也略有耳闻。童威啊，会长这么欣赏你，你得好好谢谢会长。谢谢会长。别这么说，你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，不然我也不会下提拔。我现在老了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为你们这个亲近的人呐，说说话，开开路。会长，哎呀，天朗兄，好久不见。在美国过个世俗了吧？哎呀，哪比得上李潇洒呀！听说下个月你要去北极看极光了。我跟你说，人这辈子童老师，必须结婚几次。广州分部的吴小姐想见你。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广州分部的谈判官吴小姐。您好，您好。这位是上海的谈判官童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失陪一下。曲总，蔡会长呢？啊，他有点不舒服，先离开了。你们俩好。我有重要的事情找您。姑娘，不着急，有事儿慢慢说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太失态了。找我有事吗？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个挺唐突的，
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2个人，童博学，还有何小慧。你是？我是他们的女儿。哎呀！你也看看你，你说话的神态就跟博学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。哎呀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我早该认出来啊！我和你父母那是挚友了。当年，如果不是为了一个意外，我是应该看着你长大的呀。我今天来，是想跟您求证一件事情。你说。我父亲轻生那天，您是不是在身边？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能不能告诉我？事情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过不去。这件事情已经在我心里那么久了。如果您今天不告诉我的话，我是真的过不去的。请您告诉我吧。童薇啊，你父母已经走了，你就不要再难为自己了。能不能请您告诉我，我父亲他是不是真的收贿赂了？我累了，我也休息了。蔡叔叔，我求您告诉我吧，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就算我爸爸他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，也请您告诉我。你一定要知道，我是怕你会难受的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您说吧。当年，我、你爸爸、你妈妈都是斯坦福商学院的学生。那个时候留学生都很少，能够在商学院就读的华人更是凤毛麟角了。当时我们3个人的导师是号称全球商业谈判第1人的罗杰·蒂姆。那个时候在国内，谈判还几乎是完全真空的领域，全国上下都找不出一个职业的商业谈判专员。你父亲之所以要回国，一来是为了报效国家，二来也是为了你奶奶。那会儿我们几乎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这样会影响他的前途，都持反对意见。可他执意不肯，你妈妈也就无条件地跟着他回了国。不久，便有了你。你父亲也进了一家外企工作。早年的外企是很舒服的，拿着普通人几10倍的高薪。虽然表面上看着风光可是你父亲他是有自己的难言之隐。难言之隐是指什么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当然外企也不是净土。你父亲是个读书人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可是人情世故他却一窍不通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什么潜规则呀，等等等等，他全然不懂，他也不在乎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做事都要讲究变通，做谈判也是如此。可是他呢，偏偏就只认死理，里里外外得罪了不少人所以他的事业一直就很不顺利。当时能进外企的，可以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能力，可是你父亲得罪了他们，所以很快就遭到了众人的排挤。所以，他轻生是因为被排挤。他虽然是一介书生，可也没有那么脆弱。那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把他逼上了绝路。我和你父亲重逢是在一个跨国谈判项目上。
商场上我们虽然是敌人，可是私下里我们还是把对方当作朋友。唉，没想到啊，美方公司居然请的是你。亚兰，咱们老同学一场，谁也不许手下留情啊，必须各司其职，寸土不让。读书的时候啊，那次模拟谈判我就没赢过你，这次我们实战，我一定让你铩羽而归。好了好了，这老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不先说上几句热乎的话，这一上来就刀光剑影的，再这样的话，我可不陪你们啦。哟，小慧生气了。行行行，我干了，赔罪啊！来，老同学啊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替公司谈的最后一个项目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打算移民美国了。移民美国？哎，博学啊，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从美国回来的，怎么才干了一阵子又要回去了？我也不想，可是一言难尽啊。在那次重逢以后的饭局上，你父亲跟我讲了他在工作上的种种不顺，这些事情呢，情理之外，也是意料之中的。看得出来呀，他非常后悔当初回国的时候没有听我的劝。可是事已至此了，他要回美国，我当然为他高兴了。我甚至邀请他和你妈妈到了美国以后，可以先住到我的公寓去，然后再慢慢的找房子。那天晚上，博雪、小慧和我们喝了许多酒。小慧说你爸爸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。我们畅想着未来在美国的生活，甚至约好要带着你去迪士尼好好的玩一玩。可是谁想到，就在第二天，风云突变。请坐。哪位是童博学？那天，当我们即将开始第2轮谈判的时候，我是。门外突然进来几个检察院的人，他们怀疑你父亲在谈判过程中，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，出卖了公司的商业机密。小辉，快进来！小辉，小辉，你别着急啊，这一定是他们搞错了，这里边有误会。我了解博学啊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根本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不，天蓝，他真的犯了错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办？你怎么跟着胡说呢？我怎么办？这什么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别激动啊！我妈妈给您的日记本上面到底记载了什么？那是你父亲的日记，上面记着他在公司里遭遇到了种种不顺。他年轻的时候是天之骄子，可是人到中年却一事无成。看得出，他的内心在慢慢的发生变化。直到某一天，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第一次妥协。您是说？是的，他受贿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把这个过程完完整整的记录了下来，这就成了他铁的证据。我真的想不通，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日记中他挣扎，他犹豫，可是当他想到你母亲为了他
放弃前程跟他回国。他想到了你，想到了你奶奶，他一时糊涂，就收取了我们公司给他的20万美金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可是巨款呐！这点钱足以让他在监狱里待上几10年。没想到，你真的能找到这个。我知道，弄清楚你父亲当年那桩案子的真相，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。但你把所有希望全寄托在蔡天来身上，我始终觉得不妥。我从去年的一个案子上受到了启发，找到你父亲出事的蛛丝马迹，我想这应该对你有帮助吧。难怪我看到爸爸的笔记本少了几页。是小慧死的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天蓝，你别管！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不能让他们把伯爵抓走，所以我要回来，我要回来。当时，你的母亲已经完全六神无主了，而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伯爵是被逼到这一步的。我们同学一场，我必须要救他。然而，你的父亲在监察院的人出现的那一刻，他的意志已经完全崩溃了。伯爵，你说话呀！他们问了你什么呀？我对不起你，小慧，我对不起这个家。伯爵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为你联系了最好的律师。对，他说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，不过你记住啊，从现在开始就保持沉默，能不说话的咱们尽量别说话。不用的，田兰，我完了，我毁了。是没你想的这么严重。我们做最坏的打算，把这个钱退回去，啊，我们争取减刑。不行，一个人静静。可以吧？好吧。接下来会是一场硬仗，你千万得多吃点，陪着伯爵一块挑过去。你要是垮了，他怎么办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哎，难道伯爵事先没有跟你透露一点吗？要是我知道了，我会让他去做这事吗？711的客人跳楼了！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小慧，小慧！伯爵，伯爵！小慧，你醒了。好，来。他怎么那么糊涂？犯了点错误，顶多等他几年就好了。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冷静点，小慧，来，躺好，冷静点啊。你要想想，你和伯爵的女儿，她还小，她需要你照顾。你要是垮了，女儿怎么办？对，想想她，振作起来。天蓝，我想喝杯水，帮我倒杯水好吗？好，稍等。
所以，爸爸真的拿了不该拿的钱。孩子，从法理上来讲，你父亲的确做错了。可是人生在世有太多的无奈，他这一生看起来是光鲜亮丽的，实际上呢，他内心十分的痛苦。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他，继续爱他。当年的事我也有错，如果我能再细心一点，我再仔细一点，你妈妈也不会跟他去。我真的特别后悔，对不起你。是爸爸的错。他确实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今天谢谢你，我追寻了这么久的答案，今天终于知道真相。我想我该走了。啊，让我的车送送你吧。不必了。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来找蔡叔叔啊。忙完了。小飞，你先别急，怎么了？你告诉我。童薇，童薇，喂，童薇，小飞哥，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但童薇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崔姐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把童薇在苏州酒店地址发给我，还有 CAEA 相关接待人员的信息全部都给我。怎么了？先别问那么多了，让你给你就马上给我。好。喂，哦，是谢先生吗？哦，我就在酒店大堂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在这等你啊。先生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您是谢先生吗？是，童薇联系上了吗？还没有。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昨天晚上童老师说，他想见会长，一直心神不宁的，他想跟会长单独谈谈。让他见到了吗？见到了，然后就跟他失去联系了。童薇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千万别出事。童薇，童老师，童薇，哎，童老师。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医生说你受了严重的风寒，
这个喝了。昨天蔡天蓝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，他说我把缺失收了贿赂。蔡天蓝说的。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别多想。人无完人，没有人不会犯错误。在我心里，我一直都相信他是被冤枉的，他是有苦衷的。这13年来，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的动力，就是还他一个清白。结果我错了，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？当然能。我明白。我想回家。回家？我带你回家。我想回家。不哭啊。谢谢你。回去让彤姐注意休息，慢走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微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碧晨说了，微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好好休息。你好好休息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去了苏州，见到了蔡天蓝。然后呢？然后他知道了自己一些特别难面对的事情。他的父亲的确是因为犯了错才自杀的。
这件事情对他打击特别大，10几年了。替父母洗清冤屈是他活下去唯一的理由和动力。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他。那现在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吗？说什么他都不肯听。这样吧，你替他给公司请几天假，这几天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他、刺激他。我以为他很坚强，他一定可以撑过去的。但愿吧。醒了呀？你还好吗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出去吧。我先出去上班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跟你们说，童薇现在的状况真的很不好。你要说她是因为难受，我真的能理解。她现在感觉就是每天像僵尸一样，面无表情坐在那儿发呆。我真的很担心她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。他父亲的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了，他需要时间来平复。可他这样一个人关在家里，会不会出事儿啊？我当时就想留下来陪他，结果被他赶出来了。后来我又怕他受刺激，所以我就没进去。这样吧，珊珊是童薇的好朋友，我建议你去找她，让她来劝劝童薇，怎么样？那我去试一试吧。教练，我都这么练了，我生完孩子之后，我身上还能有很多肥肉吗？那得是多少肥肉啊！你别担心，只要坚持锻炼，保持肌肉的活性，就算是胖一点啊，也能很快减下去的。这个是你说的，我的目标就是生完之后能穿上以前的裤子，还能恢复到以前的身材。好，我们现在换下一个体式。啊，好。珊
珊珊，外面有位先生找您，说有急事儿。谁啊？哎，小心啊！你怎么来了？珊珊，微微需要你的帮助。他怎么了？他……哎呀，边走边说，叫小李把车开来。好，走。微微，你开门，我是珊珊。微微，我是珊珊。微微，你开门呀，微微。不行不行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会吓到他。吓到他？他现在一个人在里面，万一出什么事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你赶紧帮我把门踹开。谢小飞，你在等什么呢？赶紧把门踹开呀！微微，你怎么了？我是珊珊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装惨给谁看啊？你说话！我知道你父母的事情，你心里不好受。可是我们得往好的那一方面想，对不对？可能在别人眼里，你父母是自私懦弱，可他们不是坏人呀。这件事情。你在心里都已经背了10几年了，是时候该放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些事情放下，是你跟我说的，日子我们还得继续过下去的。出去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。你哭出来，你大声哭出来。不行，你打我，你打我、骂我都行，你别这么憋着。你出去吧。我们先出去吧，别刺激他。我偏不出去。童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跟我比惨是不是啊？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现在肚子都这么大了，可我能怎么样啊？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的。微微，我们这么多年好姐妹，你从来都比我坚强，你怎么这次就认怂了？我求求你了。先出去吧，我们出去吧，太太。太太，你个混蛋！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朋友了？你个混蛋！
别哭，你不能伤心，当心肚子里的孩子。先别激动了，他现在这个情绪一时半会儿根本缓不过来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是啊，咱们走吧，这样反而刺激童小姐。谢小飞，你给我照顾好他。他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跟你没完。放心吧。走吧。薇薇啊，我不会进去的，我就在外面陪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小飞哥，童薇姐怎么样了？那她这样不吃不喝，身体会不行的。他现在谁的话都不听，我只能这么守着他。那好吧。快敲门！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我姐呢？3天没出来了。什么3天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她吃饭了没有啊？没吃饭啊？那怎么行啊？哎呀，碰到再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博文，你快去劝劝你侄女儿，我去给她做饭。阿姨，厨房里有我煮的粥。这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快，这下去还出问题了这。童薇，童薇，你开门！童薇，我是叔叔，快开门！你们让他冷静冷静吧。冷静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傻？他都3天没吃饭了，说不定都昏倒在里面了。他任性，你也跟他一块胡闹是吧？我是怕刺激他。这样要出事儿的。薇薇，薇薇，开门！童薇，你开门！快开门！我没事儿，你们走吧。童薇，你这算什么啊？算什么？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来，坐下。你给我吃饭。我知道你伤心，你难过，难道我们不难过吗？啊？你14岁没了父母，现在27岁了。这13年，我跟你叔叔一起陪你度过。虽然我们谈不上再生父母，但是这13年来，我们一直在照顾着你，也算半个父母吧？啊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叫我们怎么活？我知道，我们不如你爸妈有文化、有知识，但是爱你的心、疼你的心都是真的。你丢了工作，
说交不上饭费，我催你了吗？啊！你把房子卖了，把我跟你叔叔赶到乡下里，我们恨你了吗？啊！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啊！你这是完全不顾我跟你叔叔的感受啊！你就是不想给我们养老了是不是啊？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你怎么那么狠心，那么任性呢？你完全不顾我跟你叔叔的感受，我们也是你的家人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吃饭不活的你？文言，童薇，以前我不愿意叫你生姐，但我后来知道你是真的对我好，现在在我的心里，你就跟我亲姐一样。我们知道你难受，知道你不开心，但你能不能别寻死？你寻死我爸妈怎么办？谁来养活他们？我这么没出息，我养不活他们，他们要靠你来养。薇薇啊，人无完人，在我们的心里呢，只要你爸妈是好人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这个孩子啊，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？你爸爸妈妈在九泉之下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们不难过吗？谢谢你们。你先出去吧。好，慢慢聊。你没事了吧？没事就好。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对不起。我之前不该那样说你，我也不应该因为你的选择就跟你说什么绝交。薇薇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那种依靠男人的女人。你别说这样的话，我知道你是因为爱老七，你不是贪图他什么钱，你只是沉浸在这种爱里面走不出来。还有包括你现在的选择，也是因为你的宝宝，对吗？你怎么能够理解？你从来不是一个缺爱的人呀。我以前一直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完美的，包括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，我都希望是完美的。直到经历这件事情，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是完美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着怎么帮我爸爸洗清冤屈。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，他是一个好人。一个好人怎么会犯错呢？直
到我知道了真相。我真的接受不了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。结果反而是你们，帮着我一点一点站起来。微微，听你这么说，我特别高兴。以前的微微回来了，不，应该说变得更好了。珊珊，对不起，别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只要答应我，一辈子做我的好姐妹，不离开我，我就特别满足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贷款没下来，你不是说就走个流程那么简单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贷款下不来的话，工人的钱就发不了，工人的钱发不了，这个度假村的项目就要停了。为什么呀？一个是因为年底，还有一个原因。什么呀？说呀！我们贷款的银行的大客户是科万。那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宋勇在捣鬼。我估计他还对你在谈判桌上让晨曦难堪的事儿耿耿于怀。那我也没办法，我也算是自作自受了。小飞，我本来可以求我爸爸，但是一旦牵扯到宋勇，我也没法开口。我爸是绝对不敢得罪科万的。我理解，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，你不用操心了。你也别着急，咱们俩一起想办法。啊。你怎么来了？爸，贷款的事儿，是你搞的鬼吗？什么贷款啊？谢小飞跟银行贷款被拒，是您的意思吧？你太高看你爸爸了吧？银行又不是我开的，他们能听我说吗？谢小飞被拒，那是他个人的原因。我知道，你是想帮我出一口气。可是小飞他现在真的已经很惨了，我已经不怪他了，请你高抬贵手好吗？小新啊，你记着，你不仅仅是你一个人，你还代表着科万。当初谢小飞家大业大，当着那么多的人侮辱你，这不明摆着是跟我科万过不去吗？如果我现在不好好教训他的话，他还能正眼看我吗？爸爸，你是不是还忘不了他呀？啊？我没有，你是执迷不悟啊你！我没有。那你没有，为什么杨潇向你求婚你不答应人家？我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。你是对谢小飞还抱有一丝幻想吧？我没有。杨潇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？他的父母可以帮助科万开拓更多的领域，他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管理科万。最主要的是，他喜欢你，他对你是死心塌地的。你作为科万的大小姐，你不管想什么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，你必须要站在集团的利益上、集团的角度上去考虑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针对谢小飞啊？不就是因为你不死心吗？如果说你跟杨潇修成了正果，那我还管他干什么呀？好好想想这个道理。爸，你这是在威胁我。我是在引导你，为集团，为你个人的人生。
我要是答应你，我跟杨潇结婚，你就会放过谢小飞？当然啊！你想想看，我怎么去为难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呢？弄不好我还会去帮他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爸爸是关心你。我不会害你的。我家领导主动招呼我吃饭，一定是有什么指示，说吧。帮我带上吧。你这是？你不是要跟我求婚吗？是啊。来吧。你答应了？你后悔了？他怎么会？我太高兴了。那我现在帮你戴上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想给我父母打个电话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想我们的婚事能尽快的办，越快越好，好不好？按你的意思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小飞，我尽力了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找我那么急什么事儿啊？银行忽然放贷款了。银行忽然放贷款了？为什么呀？我听说一件事儿，不知道有没有关系。杨潇和陈曦订婚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在想这两件事儿或许有某种联系。那你想啊，杨潇的父母是国际上知名的生物美容专家，而宋勇一直想进军这个领域，所以一直在逼小溪嫁给杨潇。你的意思是，小溪以自己的婚事和宋勇做交换，所以宋勇才放了我一马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两件事都很反常，我没办法解释。他疯了是不是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干嘛去啊？这事儿是他一辈子的幸福啊！那你能娶了她吗？你去了，除了能把局面搞得一团糟，你还能怎么样？小飞，你给不了陈曦幸福，你不如就让他去。杨潇再怎么样，对陈曦是死心塌地的，说不定陈曦跟他在一起真的能幸福呢。相信我，你别再去打扰他的生活了。他给你的帮助，就踏踏实实拿着吧，否则他不白牺牲吗？前面一个路口转弯，浩克西餐厅就是。好的。谢天佑的儿子，居然还在一家餐厅打工。我也很意外，在商场几十年，见过借着主业创业成功的，也见过拿着老子的钱挥霍的，但像这种跌入谷底还能卧薪尝胆、蓄势待发的年轻人，这是第一个。啊，不错。不过雷兄啊，你所说的
我还需要仔细斟酌一下。我明白，谢天佑和谢天成是家族内斗，对我们这些外人来说，谁主谢氏关系不大。但我相信，蔡会长一生阅历无数，能做到今时今日，眼里不只有利益。过奖了，雷兄啊，你把我抬得这么高，是不是不想让我下来呀？不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等会儿你见了人再做决定，好吗？我雷雄绝对不干涉。请。好。谢先生。人力资源部门需要我们提供一个预测表，还需要我们出一份招聘计划，还有人力成本的分析报告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月要完成的任务。然后还有员工招聘方面需要你这边提出来一些意见。其他的倒是没事。领导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喂，我上班呢。真的，你等我。谢氏公司前段时间的变化，我也略有耳闻。至于你提的要求，请您支持我。我非常欣赏令尊的为人，但是我蔡天蓝活到这把年纪，只想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，所以还请你谅解我的决定。年轻人，我相信，只要你有能力，你可以缔造一个商业帝国。蔡叔叔，童威，你们认识啊？蔡叔叔不会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汤米蔡吧？不错，我就是托比蔡。程小姐，你们认识？蔡叔叔就是我们 CAEA 的理事长，也是我爸妈生前的好友。那就是一家人了，一切好谈。蔡叔叔，小飞他们我都知道了。那您？我已经决定了。童威啊，以后和小飞在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尽管可以向蔡叔叔开口。至于江湖上的事嘛，我就没必要过问了。你们俩也别操之过急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得让蔡会长好好想想。谢谢您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说你的蔡天蓝怎么跟我的汤米蔡都神龙见首不见尾呢？原来就是同一个人。我也是没想到。我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从苏州回来的心情了。你没事吧？就跟跑马拉松一样，完全靠意志力撑着。跑到终点以后，发现其实就是个幻影。更可怕的是，终点突然消失之后，不知道再继续跑下去的意义在哪儿了。你要放弃了？你看见了，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呀！一定还会有突破口的，我陪你一起。哎呀，
不行了，我要把门关上。我要崩溃一下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对不起我。好，你嘲笑我是不是？我不也得让你担心担心吗？喂，你好。小常律师啊，我是孙总的秘书。孙总问你中午有没有空，想跟你吃个饭。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那好，那12点楼下餐厅见。嗯，好。孙总有事为什么要找我呀？干嘛不找秦律师啊？来，李秘书啊，孙总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好事，跟我来。这边，孙总来啦。孙总好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司徒志高。志高，这是我们福通律所最有潜力的律师商碧晨。你好。请坐。孙总，人到齐了，我们上菜。好，咱们边吃边聊。碧晨啊，志高呢是我的侄子，大你2岁，人大法律系毕业。之前呢，在一家公益机构做律师，为人两袖清风，一身正气。像这么踏实的小伙子，现在不多见了。那我要多向司徒老师学习了。别，我们年龄都差不多大，况且我不是老师，你就叫我司徒吧。那司徒律师，你是有什么案子需要我帮忙吗？今天喊你来，不是为了谈工作。碧晨，你是我招进来的，你人我最了解了。志高呢，人品就不用说了，长相嘛，你也看到了，绝对一表人才啊！你们俩在一起的话，一定是郎才女貌。今天喊你来，没跟你打招呼，就约你们见面，虽说有些唐突，不过呢，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非常般配，要不先了解了解，交个朋友，你看怎么样？多谢叔叔引荐。孙总，我其实你有男朋友了？没有在。那就好。今天我主要是给你们引荐一下，交个朋友嘛，又不是逼婚，不用紧张。叔，要不先叫上菜吧，我有点饿了。行，小李上菜。好了，不用送了。初次见面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手真容易出汗。那我先上班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微信联系你。啊，拜拜。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，只有3万天左右。秦律师，从22岁遇见你的那天开始，我就已经花了300多天来爱你。不，加上今天，正好是301天。可这一切会有结果吗？碧晨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吗？可以啊，司徒律师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原本要打的是司徒律师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
司徒驴比司徒律师好听多了。再次道歉，司徒律师。要不你还是叫我司徒驴吧。